香港都係比較少，咁佢整得好好。嗰啲嘢係鮮味啦，唔係人造嗰啲味咯。實際上，我哋去杭州未必食到咁好嘅食嘅嘢㗎。好香啊！啱啱攞咗米芝蓮1星。米芝蓮星級酒家嚟㗎嘛。師傅好出名嘅，我知道嘅，佢係家傳㗎，佢爸爸可以傳俾佢㗎。做杭州菜呢，一定要有杭州菜的特色，许多东西呢，全是从杭州过来的。今天有订台，订东坡原蹄。这个原蹄呀，那个皮呢一定要往外取。如果你不往外取的话，它一烧以后，这个皮它划过来以后呢，就出去就不是很漂亮了。所以我每次要跟他提醒他，不能够这么平漆。一平漆呢，放在那个滚水里面呢，放在热水里面一烫呢，它这个皮就收起来了。我开这个杭州酒家呢，开了7年了，这个7年来了，好像习惯了。你如果说你让我今天睡懒觉，我都睡不着。所以呢，我每天都是7、8点钟就起来了。起来了以后呢，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买菜了。因为我心里面最清楚，我要买什么品质的菜，按照每天不同的订单呢，我自己在选。我们这个餐厅呢，有比较好的声誉呢，我们就是从进货开始呢，就一道一道的把关了。糯米莲藕啊，我们做这个前菜啦，一般是选那么比较匀称的那个中间那个小小的啊，因为这个呢其实是口感不太好，而且呢它这个孔很小，这个糯米不能够放进去。它这里8块钱一斤，那么我赶，那么我让他加1块钱。佳美少爷鸡啊，它这个肉质很鲜美了，很嫩啊。这个是香港大学研究出来的啊。这我们做叫花鸡呢，不可以太肥的鸡，也不可以太瘦的鸡。所以我跟他要讲好了，要称过啊。每一只鸡杀好以后呢是2斤重，因为我要把这个饭店出品好的话呢，第一步就是我要把这个选料要好。北红公刀啊，皖鱼啊，2条皖鱼啊，哎，2条皖鱼啊。根据今天的订台情况呢，2条5斤10斤，用量刚刚好。我要保持每天都要有新鲜的，不要时间雪柜里面放的时间太长了。开个餐厅啊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中国人有句话嘛，开店容易守店难嘛。所以作为老板来说呢，一定要自己亲力亲为的饭店呢，才有它的保持着它的那个品质。这个富贵鸡呢是很传统的一个菜，这里要加盐、加糖、加老抽。这个颜色呢也要注意啊，拿上去不能太黑了，也不能够太白了，因为中国菜里面呢，色香味，色还排在第1位的。现在杭州呢，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么做了，我们呢还是按照过去传承下来的这个办法去做，大概呢腌制1个钟。鸡的肚子里面呢，我们有猪肉丝啦，有洋葱啦，有那个大头菜啊，炒好呢放在这个里面。还有你包的要有个样子，翅膀要给它绞起来，这样包出来打开以后很漂亮的。里面的汁呢，你不能给它流出来。
们要用那个黄泥啊包那个叫花鸡汤，包好以后我们靠呢不能够低于5个钟。好香香啊！因為一開咗之後咧，我係隔咗成尺幾2尺嘅，我已經聞到啲香味啦。啲雞味加埋啲荷葉味咧，就好甜嘅。會係嗰啲冬菜嗰啲荷葉 blend 晒，總之好好味咧，你要試下。好好味，非常之好味，好 tender 啦，唔乾啦，有啲 Cantonese 嗰啲好乾啦，佢係好好味。嗰個魚丸湯咧係好好飲嘅，啲魚蛋係好腍嘅，真係魚做嘅。呢個又係好好食。丸鱼买来了嘛，先给它去肉嘛，用绞肉机搅拌，搅拌好以后，然后打成浆。这个打鱼圆呢，就是最主要的就是那个盐要放好，盐放不准的话呢，这个鱼圆是打不起来的。我有个手感的了。我感觉到这个手感不够的话呢，就是盐分多了或者盐分少了。多的话呢，我要多加点水下去，最少500下。过去呢是不加油的，加油以后呢，它的口感啊跟这个光泽的好很多。那么个加油是谁发明的呢？就是我父亲发明的。他当时加了油以后呢，打出那个鱼圆呢特别好，拿了整个浙江省第1名。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啊，20几岁的时候。还有个难度就是怎么把这个鱼圆啊，用水里面给它鱼圆搞出来，用手工啊给它建圆的，一颗颗很圆的，这个还比它打还要难一点，我觉得。这个不行的，这个鱼圆呢，应该腾的，就是不能沉的。现在这个鱼圆是沉的，这个不行。再来过。好了。我从天香楼退休了嘛，我就到杭州酒家来做顾问。我们怎么把这个杭州菜提高到一定的水平，能够在香港站到脚，这也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事情。那我呢就把这些呢，整个操作过程很详细的告诉我的儿子，也做给他看。他呢学的也很快，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，就是把杭州菜呢能够搞出一种就比较正宗的。红烧肥鱼啊，当然啦。我父亲他的梦想呢，就是能够有自己一家饭店，把我们以前我们杭州菜的手艺啊，能够在香港的发扬光大的啊。我祖父以前在杭州呢有个小饭店呢，但是49年共产党来了以后呢，就把它收走了。我父亲这一代呢，那基本上都是打工为主的，在香港想开个饭店，是我们家里面2代人的愿望了。我是03年来，我呢是住在这个附近的，这个铺呢当时是开个做铺，我就把杭州一套西湖全景的房子卖掉以后呢，跑到这里来开的。我当时取名呢是西湖面馆。前面1个月啊，生意很好。我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个位置呢有个明档，明档呢就是买那个
鲜肉大包，啊，当时卖了10块钱3个，那么最好的一天呢可以卖到2000个，因为这里人流量多。那么后来呢，慢慢的呢，好像有沙士了，人流量就少了。那么最后呢，这个包子一天卖不出100个、200个了，那么生意一下子差了很多了。其实3个月呢，全部亏完了。这个铺它本身也转了几手了，但是上面4个灯呢，啊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这个4个灯呢是我自己拎翻来的，现在他们还在用。我看到这个4个射灯呢，也觉得比较心酸了，因为我这个铺呢，我就是把我这来香港的前面个10年的毕生的精力啊，全部投下去了，一铺没有了，啊，3个月就没有了。每天下午呢，我们伙计呢就是去机场啊，拿杭州空运过来的，就是有杭州特色的杭州的土特产。这个野生黄鳝呢，香港没有的啊。在香港呢，就是把杭州菜呢都讲成是上海菜，但是真正做杭州菜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？选料精细。材料新鲜，而且呢，它以河鲜为主。这个是千岛湖的大鱼头，千岛湖来的。05年3月份啊，我在报纸上看到呢，我在做总厨的这个饭店呢，这个老板要顶出去了。我当时的心情很沉重，因为这里10几个员工啊，都是我请来的，有我们老乡呢，也有外地我朋友啊，很多年熟悉的。他们都辞职工过来的话，如果说我不顶下来做的话呢，他们这份工就没有了，我们这个团队就散掉了。当时想呢，其实这个饭店是有的做的，因为我在里面做总厨嘛，我还是看到他那个经营上面定位有问题，那我就考虑到我自己能不能给他顶下来。我想做，但是呢又没钱。按照当时的能力呢，顶手费加上按金对我来说是很庞大了。那么我想跟我父亲商量一下看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我父亲手上有多少钱。其实投资呢，就是个赌博一样的，是很正常的，他要输过2次。我跟他说呢，这一次呢，就是我连棺材本钱都给了你了。开菜馆呢，也是我自己的梦想。我打了一辈子工，做了一辈子的厨师，最好有自己的招牌菜，特别做我们的杭州菜。我给他钱的时候，我说我这个钱连棺材本钱都给了你了，你再下次问我那就没有了。然后他也这么说，如果这次我失败了，我就永远打工了。再不做老板了，因此呢，就是他也拼了老命的去做。有前几年呢，我开张的时候在大闸蟹的季节嘛，很多熟客呢，他吃了以后反应不太好。后来我发现一个道理因为大闸蟹呢，就是太湖的大闸蟹呢，它也有分不同的区域的，因为太湖很大嘛。现在从香港到九龙呢去买大闸蟹，因为我想把最好的大闸蟹呢，最正宗的带给我的客人。这里哥哥给了2个，是吧？这个6两。我觉得呢，做菜呢，还是要老老实实的，千万不能够把你一个客人当成傻瓜一样的。他吃好以后，他觉得好，他回来；他觉得不好，他也不会讲你，他也不会骂人，他下次不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你这个客人就越来越少了，反而你害了自己了。
差唔多啦，個臭豆腐係咪啊？喂，呢個樣好似未得喎，未得啊，未透啊！我原本係呢度啲客嚟嘅，咁我自己都係浙江人啦，即係都係杭州附近嘅。唔係，可能頭先又開嚟開去啦。我媽媽就好中意食呢度嘅餸啦，我自己都覺得即係好家鄉風味，就係我哋自細屋企媽媽煮嘅餸，就係嗰啲味道㗎啦，咁樣樣，即係同埋嗰啲食材啊，嗰啲即係話你第二度可能食唔到，呢度就有見翻晒嗰啲細個嗰時見到啲食材同埋嗰啲味道，咁你會有一份驚喜啦。咁我覺得好正宗咯，如果要學就要學最正宗㗎嘛。咁所以我咪即係膽粗粗就即係同阿師傅講，可唔可以俾我入嚟學嘢啊？你不要跟他們講成龍一白魚啊，因為他們話就聽到，你管你做，他們會要會。我企喺個師傅背後睇佢哋炒菜咧，係一種藝術咯。睇到佢哋個樣全神貫注喺度炒，係真係用心去炒出嚟，就唔係話求其兜幾兜咁樣出嚟嗰啲咯。即係師傅本人都係同我講咧，你做菜首先要做人，即係你人嗰個素質提高，你配合咗個食材，再加上你嘅功夫，即係有埋嗰個心機喺度咧，就會煮到咯。哇，好耐沒見你啦喎！係啊，多謝。你行邊度啦？哎呀，去北京啊，唔該啦，我。去北京啊？係啊，而家凍啦，你翻嚟香港。我哋之前開張嗰陣時咧，夜晚2個客都有嘅，咁啊周圍仲有派嘅傳單啊。做啲 coupon 啊，咁啊，佢哋雖然係冇乜生意咧，但係都有信心，因為點解咧？杭州菜種嚟，香港講嚟咧係比較特色啲嘅一種菜種嚟嘅。經過個艱苦嘅努力，咁啊逐步咧有啲知名度啦，有啲食家啊，有啲食評啊，覺得我哋真係杭州個特色嘢。咁啊，所以咧，慢慢咧，累積咗啲熟客咧，生客變熟客啦啊！我哋用自己醃製嗰啲剁椒咧，嗰啲椒咧剁碎佢咧，係自己醃嘅。生日快樂！多謝。個女咁啱生日，咁佢特登即係好有心咁送個手包俾。之前唔知道，都幾驚喜嘅。一出嚟個鍋啦，即係有個香味啦，同埋個廚師個賣相咧就覺得啊，真係呢個一定係唔簡單㗎啦。味道就個湯底好靚啦，但係呢個皮咧係好滑，火腿我唔會 expect 佢係好似食落去好似一嚿好軟好腍嘅芝士。有時候我出去。他們這個台子裡面就鼓掌啊、拍手啊，這個時候的話，就自己很開心啊！這麼多的一個辛苦啊，或者那個辛苦呢，我都沒有，好像是沒有白費的。見到自己煮的菜啊，看到那麼受歡迎啊，香港的這些名人也來啊，我真的很開心的。他們就跟我說：“哎呀，吳師傅啊，菜很好吃啊，怎麼樣的？”但這個時候真的是你比給我錢都開心了，因為這個有讚譽啦，那是用錢買不到的。郭先啊，做杭州菜的師傅的在香港很少，那個時候就打算了，從國內請廚師出來。可以的，看看你啊。是。這裡呢，就是我的員工宿舍，我們酒家提供的那個員工宿舍。哎，郭先，你們倆走了哈，走了，都在那裡。我是這樣想的，其實呢，我也是從那個員工這麼過來創業的，我也切身體會的，所以呢，在我的能力之下呢，我盡量能夠幫助他們，其實呢，我是請一個人出來的，現在呢，就是把他們全家都搞出來了，那麼我的責任也很重的，但我的目的呢，就是他們能夠，因為一家團團圓圓在香港，那麼大家安心的工作，安心的生活。老板那個時候跟我們談的時候，他就說：“你先出來以後，慢慢的老婆啦，
女儿啦一起都可以带出来，我们那是感觉到很开心啊。那也可以是啊。香港，我们想都没想过会在香港。我们都没想过会到香港来工作。今天是过冬了，我们有春笋了，啊，全是杭州来的，春笋现在杭州饭店都不敢卖啊，因为它来货价太贵了。过冬我就问大家要吃什么东西，然后他们都说，哎呀，要吃这个，要吃那个。我们这里员工也有广东人了啊。那我们也搞一点广东的袋子啊，照顾每个人的不同口味的，大家开心一点。花在员工身上的，他们吃的，啊，给他们奖金啊，什么东西我是不心疼的，因为大家都将心比心的嘛啊。我哋唔叫老闆啊，叫大佬啊，即係親戚啲啊嘛，冇乜拘束啊嘛，係咪啊？好似嗰個老闆好似計一層咁啊。叫老闆娘唔叫老闆娘啊，叫阿嫂啊，阿老闆爸爸啊，我哋都係叫老豆啊，一見到就叫老豆啊，係嘛？啊，唔會話大老闆嚟啦，點啊？冇啊，冇拘束啊。2011年又要過去了啊，冬至了嘛啊！今年呢，我們又取得了米芝蓮，我也很開心啊！那感謝大家啊，大家吃好一點啊！我感觉到这个杭州酒家开好了，好像我这个生命都旺财了。如果说没有这个杭州酒家呢，那我等于还是个退休的老头子。我也告诉我儿子呢，是吧？这个荣誉来之不易，但是保持下去更不容易。我父亲他是在杭州是名气数一数二大的一个名厨，很年轻的时候就是给中央的主要领导啊，他们都做过菜的，包括毛主席啊、邓小平，他都给他做过菜的。但是他一生中间呢，始终还是打了一世的工。那么现在呢，啊，通过杭州酒家呢，我把他这个梦想实现了。所以你们看到他每天都很开心，这个老人家呢，因为我看到我父亲很开心，那我工作的动力更加大了，因为我慢慢传承下来。